复利计算机的延伸。那我们看完复利计算机啊，我们看到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的总本金啊跟总本利和在这个地方，不是只要有经过一个复利的计算，你可以发现它的小数点的位数是非常的多。但是实际上啊，这样的显示对使用者来讲，我们不需要去管到小数点是多少。为什么？因为这个对我们的复利计算是没什么影响的。那我们的投报率啊，也是小数点非常的多位，所以呢，我们这里需要做一个特别的处理，把我们的数值来进行所谓的格式化。那我们想要是把我们的年利率化成月率的时候，我们只保留小数点的下两位，因为这样看起来会比较美观一点，而且呢，我们的一个资讯的显示长度啊也会一致，而不会一直跑。那我们的本利和啊跟我们的总利息也只保留整数的部分。那我们对这种所谓的本利和，或者是说这种金钱的显示啊，最好不要四舍五入因为就保留它的一个就是把它舍去，所以呢，我们把小数点的部分就直接把它舍去。那投报率的部分，我们一样只保留小数点的两位。那这个要怎么来处理呢？基本上要处理这个部分蛮简单的我们只需要对我们的我们的输出来做一些简单的数学设定。那么看一下那第一个部分，我们要把我们的小数点保留只有下两位的话，对不对？我们可以去数字的这个区块里面啊，找这一个将数字设为小数点形式几位数它的位数。那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把月利率设成小数点的形式，而只保留两位。那它自己会做所谓的四舍五入做四舍五入，所以这个就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那我们的本利和跟总利息要保留整数的部分，那在我们的数学区块里面一样有一个叫做无条件舍去后取整数，那这个就可以把我们的小数点把它舍弃掉，所以就不会看到点叉叉叉点叉叉这么多。所以呢，在总本利和跟总利息都是一样的做法。那如果你要进位的话，对不对？它一样有进位后取整数，也有这样的条件，你可以做它相对应的处理。好，那我们看一下这样的程式要怎么来做调整。那首先呢，我们先针对我们要修改的部分首先我们要针对我们要修改的部分，那我们要改的是什么呢？对于我们的月利率这个地方，我们要改成具有小数点下两位的。那我们一样去找数学，那数学里面有很多的元件我们可以去找这一个。将数字设为小数形式的位数。好，那我们设完之后啊，那我们可以看你要设几位。如果你要两位的话，就写2，就是小数点下两位。好，那我们先接回去试看看那接回去之后啊，要等一段段的小时间再来测试。那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的月利率啊，目前是写 0.41667。那我们做格式化之后啊，就是做小数点下两位的格式化之后，它就变成 0.42。所以呢，同样的道理，我们也可以对我们的投报率来做这样设定。那我们怎么做呢？一样，我们用复制程式码的方式比较快Ctrl+C，Ctrl+V。那我们哪个地方是不要的？月利率，把它拉到垃圾桶。那我们要做格式化的是哪个部分呢？我们的投报率的部分再接回去。那这个部分这样的修改就完成我们的小数点，所以等一下会显示是 132.15， 我们看一下132.15。好，那我们要把我们的总本利和跟总利息这个部分不要出现小数的部分，就出现整数的部分。那我们一样是选数学，那我们去找有一个无条件进位后取整数，一个是舍去无条件舍去后取整数，那也有四舍五入的所以呢，我们去选择无条件舍去后取整数。那我们要接哪一个呢？总本金。好，我们接完之后啊，再拉回去总本金该显示的地方。所以等一下总本金应该是不会有受影响了所以我们应该改的是另外一个总本利和。我们来调整一下，总本金是整数，所以不会有影响。那我们总本利和要来做调整，所以请改到总本利和的地方。好，那我们按下复利计算，总本利和就会变成835726，小数点的部分就会不见。
有没有835726？那它是无条件的舍去哦。那你也可以选择其他方式，四舍五入啊，或者是取绝对值啊，或取什么的。那同样的道理，我们的总利息也是要做无条件舍去取整数。那我们一样回到我们的数学这里来答，无条件好进位，那没关系，我们就下拉无条件舍去，再把它接回去，好，把我们的总利息接回去。所以等一下总利息这里就会变成只有取整数的部分。那拉回去之后啊，请记得哦，要等一下再去执行我们的画面，才不会造成执行上的错误。好，那我们的总利息也变成整数的部分。所以呢，我们可以利用，如果你的小数点要几位，就利用这种所谓的将数字设为小数形式，位数来做格式化。那我们的数字如果有小数，你要取整数的部分，就用无条件舍去后，或者是无条件进位后，取整数的方法来取得你的值。那这两个有什么差别呢？如果对我是存款人，我比较喜欢这个无条件进位，为什么呢？等一下我的总本金额就会多1，就会变成835727。但是呢，银行比较喜欢用无条件舍弃后取整数，为什么呢？因为这样子小数的部分它都不用付给你。好，那这样完成我们的输出数值的格式化处理。